段永平，他的名字在商界可以说是无人不知。他是小霸王、步步高的创始人，如今的 OPPO、vivo 更是与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。但他又是一个很神秘的人，早在2001年就隐退幕后，从一个企业家华丽转身变成投资大鳄。他一直活跃在商界，前几年拼多多上市，他的名字再次被人提起，而这只不过是他人生中一个闪光点。1961年，段永平出生在江西南昌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。但由于时代背景特殊，他们一家迁居到了农村。逐渐长大的段永平并不甘心留在农村。到了1977年，全国高考恢复的信息点燃了段永平的希望。16岁的他第一次参加高考，但当时段永平的学习基础比较差。后来在2004年的一次采访中，他回忆道：“一年高考现在很差，这个考了好像4门功课加起来考了80多分。第一批、第二批。对，那么第二年呢，我就等于说。5门功课我考了400多分，就平均考了80多分，所以它这个中间只有大概有，因为还有个春节，大概隔了6个月，那么其实这里面发生的变化是非常大的。那可能这就是天才吧，仅通过半年多的复习段永平在1978年的高考中就取得了400多分的成绩，而当年的高考总分为500分。段永平选择报考浙江大学无线电系呢，更像是无心之举。当年段永平只是因为清华北大的省招专业不感兴趣，而浙大呢离江西比较近，又发现无线电电子工程学系好像很时髦，才稀里糊涂的进了浙大。上了半年学，段永平因为身体原因休学了1年，后来复学，并在1983年毕业。当时段永平先是被分配到了无锡湖光仪器厂，因为一个上海同学不想去北方经过商量后，段永平替代他去了北京电子管厂。可能命运就是这么巧合，在中芯国际那期视频里呢，我们无意间购买的电子管就是出自北京电子管厂。更让我惊讶的是，当年的北京电子管厂就是现在京东方的前身。那作为当时非常稀有的大学生段永平进厂后起始月薪就是46元，那到了1986年已经涨到了80多元这在当时很多人看来都是一个高薪的铁饭碗。但段永平并不想止步于此，他边工作边读研。1986年，他成功考入了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计量经济学专业。在88年左右，段永平就展现出了商业头脑。当时他的室友搞来了一箱张光101生发剂，他提议拿货后在厂门口卖掉。他们一个人找货源，一个人找买家，一下午就完成了交易，就这么稀里糊涂的赚了不到2000元的巨款。而这也是段永平人生中的第一笔大钱。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越吹越强，当时有一句话叫做“东南西北中，发财到广东”。段永平抓住了机会，在1988年底加入了广东中山的宜华集团，4年3月接手了日华电子厂。大家可能觉得当上了这个厂长那是肥差但恰恰相反，当时的日华电子厂背负着200万元的债务。面对这样的烂摊子，段永平毅然决定对厂内进行改革。现在网络普遍有个说法，就是当时段永平向工厂提了3个要求，大概是奖金向一线工人倾斜，违反规章直接开除，以及能者上，贫者降，庸者下，同时对外寻求机会。这时好运再次降临到了段永平身上。80、90年代，日本任天堂的红白机风靡全球。1983年，第一代 FC 游戏机的售价就高达14800日元。在1995年的游戏刊物《电子游戏软件》中有这么一则销售广告：日版原装的超级任天堂主机就要1280元人民币，其他品牌便宜点的也要70、80。作为参考同年北京职工年平均工资不过8100多元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段永平嗅到了商机。起初他租用了台湾品牌创造者，但后来发现品牌方又暗中授权其他厂商，于是就注册了自己的品牌合家欢。不久后，在一次饭局上，一位来自珠海的客户给段永平提出了一个新名字，这个名字对于我们这些90后真就是童年记忆，他就是小霸王。对于中国游戏编年史来说，小霸王是国产游戏机的起点，这句评价一点都不为过。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小霸王就是童年时游戏机的代名词。现在来看，当时的小霸王确实非常成功。那除了因为低价多用途以外，小霸王还需要一个契机才能打出名堂。1991年，段永平斥巨资在央视打出广告，拥有一台小霸王打出一个万元户，并举行了全国首个电子竞技大赛。至于这个巨资是多少钱呢？
目前绝大部分媒体啊，甚至比较靠谱的这个网易财经都认为是40万元。但直到前几年，段永平在雪球上亲自辟谣，当年的巨资可远不止40万元。那无论是40万还是100万，反正从结果来看，段永平这个投资相当成功。1992年，小霸王的营业额就已经有了几千万元。到了1993年，小霸王推出了第1代学习机，他们还同步生产了集成键盘练习、五笔打字、中英文编辑等功能的学习卡。对于家长来说，这是一台益智的学习机；那对于孩子来说，这还是一台游戏机。他们插入游戏卡，甚至还有500合一的。不过呢，对于我这样还算相对年轻的人来说呢，最经典的还是94年成龙在广告上拿着的这款。这已经是第2代学习机了。当电源接上后，插入卡带，那开机音效小霸王请我选，直接让我仿佛回到了30年前。不对，30年前我还没出生。这里再说个题外话，大家对30年前的国产电子产品会不会有一种看法，就是质量堪忧？但这个印象至少对于当年的小霸王来说并不对，至少我们这台30年前的小霸王486还能正常使用。如果对段永平有一定了解的朋友，应该都听过他的本分精神。他对产品的本分理解就是质量即本分，即使是廉价低利润，也要坚持将返修率控制在2%以内。最终，小霸王做到了0.3%的水准，而当时的业内同行则高达30%。古人云：合则留，不合则去。1995年，段永平与宜华集团产生了重大分歧，他多次建议员工持股，却遭宜华高层拒绝。段永平毅然选择辞职。临走时，他带走了几个人，其中有3个在当时可能还是边缘人物，殊不知在几十年后，他们都变成了大佬级的人物。一个是浙大学弟，刚毕业就追随段永平进入小霸王的陈明勇，在几年后，他创立了 OPPO。第2位也是毕业后就追随段永平的沈伟，后来他创立了 vivo。最后一位是金志江，在不久之后，他接手了步步高教育电子业务，后来还创立了小天才。当然了，后面还有几位非常关键的人物，我们慢慢说到。辞职的10几天后，段永平和一群来自小霸王的兄弟们来到了东莞长安镇，成立了一家公司，起初叫力高。在这里呢，段永平实行股份制，而且是全员持股。因为离职时啊，段永平与小霸王有1年不在国内竞争的君子之约，所以只好将产品投入海外市场。至于市场选择哪里就非常关键了，他们把目光瞄向了俄罗斯。当时苏联刚刚解体，俄罗斯市场对高性价比的游戏机毫不挑剔，所以逐渐他们在海外市场站稳了脚跟。虽然订单多，收入开始增加，但另一方面，步步高要租厂房、招工人、开拓新的生产线。段永平不得不解决盈亏难平的问题，他选择开拓业务，把目标投向了通信市场。1995年，国内全年新增电话用户1546万户，而移动电话全年新增用户206万户，再加上大哥大、价格昂贵，固定电话机成为了段永平的选择。负责通信产品事业部的是一位年轻人，也正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沈伟。1995年10月开始研发，5个月后便下线了步步高第1部有绳电话机，并且在1996年3月获得了邮电部第1个有绳电话机入网许可证。不过，也在这一时期，步步高开始出现了资金匮乏的情况，旧产品学习机、游戏机在海外竞争激烈，新产品电话机还在小批量生产中。启动资金即将耗尽时，段永平拿出了8000多万人民币，竞标到了央视新闻联播后5秒的黄金位置广告。说到这儿啊，可能大家以为段永平就像是天选之子一样，有困难也能很快解决，但其实纵横商场的人也会有失手的时候。1997年左右，日本的一款宠物游戏机电子小鸡风靡一时，早期成本10几元却可以卖到50块一个。但段永平忽略了生命周期短的问题，还没上市，产品就过时了。而段永平为了不让客户吃亏，把产品全部收了回来。每一个年代都有不同的3大件，在90年代就是空调、电脑、影碟机，而到了1997年，步步高正式进入影碟机市场。但当时可谓是百花争鸣，光是广东省内就有先驱、先科、金正、爱多、熊猫等品牌。无论是游戏机、电话机还是影碟机，段永平依然坚持质量及本分的原则。同时，他认为广告啊只是一面旗帜，品质才是入场券。在步步高的前10年中，他取得的国家质量认证真的是多到数不过来。对于拍广告，他更是毫不吝惜。
1998年，李连杰世间自有公道的 VCD 影碟机广告一炮而红。截止到1998年10月31日，在中央电视台投放广告总量的企业中，步步高位居第一。在步步高30年的岁月中确实有很多代表性的产品，除了前面讲过的，还有音乐手机、HiFi 耳机，它们非常深刻地影响了我们这一代对于电子消费的认知。但那都是后步步高时代的产品了。其实小时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复读机，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有类似的经历。小学、初中的时候学英语变得非常重要，放学回家后，无论是吃饭还是做作业，爸妈都要我听这个英语磁带。除了听英语其实当时很多高年级的同学还会把复读机当 Walkman 来使用。那这是我对于复读机的童年印象。如果从宏观的视角来看，复读机市场的增长数据是非常惊人的。步步高进入市场后，1998年整个复读机行业的年销售总量才200多万台，99年就已经猛增到了500万台。到了2002年，步步高只用了3年多的时间，就以30%的份额做到了全国第一。在小学2年级的时候我们就学过，地球上是有惯性的，所以一辆高速行驶列车是不可能立即停下来的，但一架翱翔的飞机却有可能突然解体。2001年，步步高就走上了后者的命运。公司业务一分为3，可能很多人并不理解段永平拆分步步高的行为，但对于他来说，他是为了爱的承诺才移民美国。01年、02年的时候，您就突然离开您的企业去了美国。那我去美国主要也是因为家里的原因。是因为家？对，因为我太太就我们结婚之前，她其实本来就在美国。那么，那你想跟人家结婚，那我就自己承诺说我们要结婚，我将来我就搬到美国来住说了就做到。结果呢，人家就说我帮你申请个绿卡。我就说好吧，因为我觉得这个申请这个东西都很长很多年，很复杂。因为我们之前的是，对，我们结婚以后我们是搬回来住，对，但是呢，就没想到绿卡很快就批下来了。那么这个我确实也很意外，我自己也措手不及，其实开始没有准备。而且从现在来看，拆分并不是坏事。现在的教育电子业务虽然疲软，但还在推陈出新，而 OPPO、vivo 更是在这20多年中越做越强。这对于段永平来说更是一次飞跃。正如开头我们所说的，他从一个企业家退居幕后，变成了投资巨鳄，光是抄底网易这件事儿就能够载入中国互联网的史册。在90年代末开始各大互联网 IPO 股价疯狂上涨，到了2000年3月10日。纳斯达克指数飙升到5042.62的历史高点。然而，互联网泡沫破灭，纳斯达克指数一路下滑。不久后，搜狐、新浪、网易在内的互联网 IPO 同样受到影响。2001年7月，网易因财务丑闻被罚停牌，当天就下跌了33.87%。段永平发现其每股现金储备高达2美元，果断以0.8美元的价格购入了152万股。2年后，《梦幻西游》上线，网易股价飙升至70美元，光这一笔投资就让他净赚1亿美元。后面呢，更是被很多媒体称为中国巴菲特。多年后他回忆到，投资网易时我还是新手，满仓股票半年不到就涨了20倍。听起来很凡尔赛是吧？但这只是他投资的起点。他不仅投资公司，更注重投资人才，传授本分的理念。2006年。段永平以62万美元拍下与巴菲特共进午餐的机会，当时他带上了一名26岁的年轻人黄峥。不到10年后，黄峥创立了拼多多。而当时我们很多人对拼多多的评价呢是低端廉价，专卖地摊货。但万万没想到，3年后拼多多就完成了上市。近几年更是抓住了这个低端市场，以优质的售后服务扭转了口碑，甚至还复制模式冲出海外。回头看拼多多的思路，其实和段永平本分的理念也有些相似，低价并不只代表低质，而是极致的效率。这期视频的灵感其实源自于一次电梯偶遇，当时我看到步步高30周年庆的广告，突然想到小时候用复读机跑回家翻箱倒柜找小霸王学习机，那些曾经无穷的童年记忆似乎还留在电路板里。至于段永平，他仍然低调地活跃在投资界，偶尔上网与人交流，而他最常提到的2个词“本分与平常心”，早已成为他传奇人生的最佳注脚。或许真正的大佬从来都不需要站在聚光灯下，他们只是在适当的时机做了正确的事情而已。OK， 那本期视频的主要内容就是这么多。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的话，记得点赞、评论、转发。我是 JK， 我们下期视频见，祝各位好运，拜拜。